如果不给乌克兰撑到底，欧洲人现在立刻马上都给我去报班学俄语。这不是火力军说的，而是欧盟扛把子卡亚卡拉斯发出的核弹级警告。德军基地遇袭起火，向乌克兰提供创纪录的90亿欧元援助。欧尔班和菲科又当搅屎棍，联手否决对俄第18套制裁。波兰宣布解除对俄原油依赖。挪威 F-35部署波兰巨鹅。暴风阴影导弹回归，击毁俄第8军总部，俄司令阵亡。俄军捷报吹炸了，宣布占领卢甘斯克全州。再袭克里米亚，击毁一架苏30坠毁。俄军苏34意外坠毁，俄空天军还有一战之力吗？精彩资讯马上开始。如今大部分欧洲国家对欧洲形势的判断早已发生巨大变化，意识到乌克兰是欧洲第一道防线，支持乌克兰就是保护自己。尤其是德国，其防长皮斯托里斯警告特朗普，不要对俄罗斯表现出不恰当的和平愿望，声称实现和平需要双方都做好准备。但克里姆林宫不希望实现和平，那个人只懂武力语言。皮斯托里斯认为，到明年俄军规模将达到战争前的2倍，因此德国和欧洲都需要加强国防能力，以弥补近些年军事力量的欠账。大家不要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就在刚刚，一群神秘人袭击了位于图林根州埃尔福特的德国联邦国防军军事基地，纵火烧毁了几辆德国卡车。值得注意的是，袭击视频最早却是由俄罗斯宣传频道发布的。视频里称，烧毁的是乌军的车辆维修基地。这已经不是疑似俄罗斯情报部门在德国以及整个欧洲制造的第一起破坏事件了。作为欧洲领头羊，也是目前军援乌克兰的中坚力量，德国总理梅尔茨曾宣称，长期以来我们德国一直听不进去波罗的海3国对俄罗斯的警告，现在我们认识到了这个错误，清醒后的我们永远不会再走回头路。于是继皮斯托里斯防长后，德国新任外长瓦德富尔也访问了乌克兰。当然，瓦德富尔可不是空手去的，其为乌克兰带去了创纪录的超90亿欧元援助，其中20亿欧元将专门用于防空、导弹和弹药的提供。虽然德国政府很早就不再公布对乌军援的细节，但可以确定，在现阶段，德国已经成为援助乌克兰的中坚。不过，想取代美国退出后的空白，包括德国在内，欧洲还要继续大幅增加对乌军援力度。此外，德国在强调军援乌克兰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俄罗斯制裁。像梅尔茨就主张打击俄罗斯的战争资金来源影子舰队。如在布鲁塞尔峰会期间，虽然有欧尔班和菲科这2个搅屎棍联手否决对俄第18套制裁方案，让人比较闹心，但俄罗斯的影子舰队也不好过。上期视频就提到了，装载有约100万桶石油的维拉摩拉号油轮在利比亚海岸附近发生爆炸。这艘油轮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但被怀疑是俄罗斯影子舰队的一员。维拉摩拉号几周前曾停靠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在离开利比亚祖埃提纳港前往直布罗陀海峡的时候爆炸。这也是今年第5艘停靠俄罗斯港口后发生爆炸的油轮。目前没有国家回应此事。俄罗斯影子舰队的油轮大多老旧，缺乏维护，但更大的可能是有人在故意攻击影子舰队。只不过这种类似黑吃黑的事都只是做而不说。与此同时，波兰完成最后一批俄罗斯石油进口，宣布彻底缓解该地区对俄罗斯原油的依赖。据悉，这批石油奥伦公司通过苏联时期建立的友谊管道输往奥伦落户捷克炼油厂。但自俄乌战争爆发后，出于对俄罗斯政府的不信任，波兰一边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一边建设连接挪威波罗的海天然气管道。如今率先实现了俄罗斯天然气进口清零。之后，波兰将通过格但斯克纳夫托港接收挪威船运原油。奥伦公司的 CEO 伊雷纽什·法法拉更是宣布，他们要让中欧都开始脱离对俄罗斯石油的依赖。其实，自俄乌战争开始后，摆脱俄罗斯能源就已是整个欧洲的总体趋势。除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等个别国家，欧盟的能源供应已步入新的阶段。在援助资金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董事会上个月底通过了对乌克兰扩展基金安排下的第8次审查，批准向乌克兰支付5亿美元资金。这些资金将直接纳入乌克兰政府财政预算。同一天，乌克兰总理施米加尔宣布称，作为北约倡议的特别收入加速计划一部分，加拿大再次向乌克兰提供了17亿美元贷款，这些资金将由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收益偿还。他还强调，自今年年初以来，包括此次加拿大交付的17亿美元，乌克兰已从固定的俄罗斯资产收益中拿到了176亿美元，感谢所有的伙伴盟友。而根据 ERA 机制，乌克兰2025年是能拿到500亿美元支持的。
这意味着未来半年乌克兰至少还有324亿美元进账。伴随对乌军援、制裁俄罗斯举动的实施，欧洲还在提升自身防御力量。据路透社报道，挪威宣布向波兰部署 F-35战机。挪威防长桑德维克在声明中耐人寻味地表示，此举也旨在保护波兰的领空，欧洲必须提前为战争做好准备。当然，此举也是为了保护北约对乌克兰的援助物资。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波兰的热舒夫机场可一直都是乌克兰最重要的救援中心，北约援助的武器装备都需要从这里中转再运往基辅，因此这里也曾遭遇过俄军无人机的威胁。现在北约出动 F-35，就是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与此同时，波兰计划将炮弹产量在未来3年内提高5倍，也就是从现在每年的3万发提高到每年15万至18万发。西班牙也宣布将建造首艘航空母舰，并搭载至少30架战斗机。作为曾经有过无敌舰队的西班牙，它开始搞航母，火力军还是非常期待的。前线战场，暴风阴影导弹回归，直接干穿俄第8军总部。乌总参7月1日通报称，乌克兰国防军向顿涅茨克俄战区发射了无人机群，目标直指俄第8近卫联合集团军在该地的总部。值得注意的是，在乌军无人机吸引俄军防空火力后，乌军紧跟着还发射了远程导弹进行精准打击。现场视频显示，俄第8军总部燃起了大规模火灾，至少3栋建筑物都被波及，中间的仓库更是被完全烧毁。画面中，俄军的消防人员一边救援一边焦急地打着电话，更凸显了此次遇袭的程度之大。乌总参谋部表示，俄第8近卫联合集团军代理司令鲁斯兰·戈里亚奇金在袭击中身亡，甚至有消息说，在袭击发生时，俄总部里有数十名俄军的高级指挥官。莫斯科方面还未做出回应，详细的战损还有待确认。不过，乌克兰国防军司令部表示，此次高精度打击将显著削弱俄军在红军村和托列茨克方向规划和实施行动的能力。乌军之后还将继续摧毁俄军的指挥和通信系统。而现在外界关注的是，乌军到底用了什么武器完成的此次打击？本来初步分析认为应该是英国的暴风阴影导弹，但后来俄方消息人士称，乌军发射了至少6枚导弹袭击目标，爆炸规模相对较小，部分导弹的弹头重量可能不到100公斤，显然不是暴风阴影导弹。然后就推测认为是乌军自己的国产导弹完成了此次打击。如果是前者，意味着英国供应的导弹数量已经跟上，而且可能和美国达成了默契。如果是后者，则说明乌克兰的国产武器已经完全融合了德国技术。无论是哪种，对基辅来说都是不错的好消息。此外，乌军在此次的行动中顺带攻击了顿涅茨克的铁路枢纽。据流出的视频显示，当地铁路线上冒起了黑烟，这是几个月来乌克兰对顿涅茨克发动的最大程度的远程打击。当然，打击铁路线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俄军搞出了装甲火车。这里的高科技武器可能和大家想的不一样，可不是机动高达，而是在列车上配上 BMP-2 步兵战车，外加一门左232高射炮，就像叠罗汉一样。其实像装甲火车这样的魔改武器，俄军此前就被曝光了不少，将民用车辆和高尔夫球车改装成战车，坦克、防空车改成乌龟车等等，和开战之初的钢铁洪流形成了鲜明对比。而这一切在表明乌东战事正在急剧升级。不久前，俄军被爆出在红军村集结11万兵力，准备大举进攻。显然，此次乌军的导弹空袭就是对其最好的回应。而打击俄军指挥总部和铁路枢纽，无疑将影响俄军的部署。接下来，乌军是否会趁势发起地面的反击，让我们拭目以待。耐人寻味的是，前线还在打仗，俄军迫不及待地宣布占领了卢甘斯克全州。据战争研究所7月1日报道，俄方负责人列昂尼德·帕谢奇尼克6月30日声称，俄军占领了卢甘斯克州的全州。乌方对此嗤之以鼻，话音未落就用行动予以了回应。如据乌克兰反虚假中心主任科瓦连科报道，卢甘斯克的俄军后勤基地被击中，一座战略油库随即喷发出巨大的火球，不过行动细节并未透露。又或是俄军自己的军事博主都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俄军尚未占领纳基亚和特维尔霍尔布罗夫耶等地，一些边境地区仍处于有争议的灰色地带。其实俄军类似的宣传很早就有了，最早可追溯至2022年7月3日，时任俄国防部长的绍伊古就曾声称俄军占领了整个卢甘斯克州，但还是被乌军后来的行动打脸。
在2022年秋季哈尔科夫大反攻期间，乌军重新夺回了卢甘斯克州的阵地，破坏了俄军在顿涅茨克州堡垒带北部边缘推进的计划。自此之后，俄军就再也没有夺回乌军解放的大片领土，包括库皮扬斯克、博罗瓦、伊久姆和莱曼。库尔斯克苏梅方向，俄第83摩步兵团指挥部遭到乌军海马斯火箭弹袭击，至少2名高级官员阵亡，10名俄军士兵受伤。目前该边境方向，据乌总参谋部证实，乌军有效歼灭了企图强攻苏梅州边境的俄军，并在展开积极行动后牵制了约5万俄军的集结，使其无法向其他方向转移。据统计，整个6月，乌军在苏梅和库尔斯克方向杀伤了9310名俄军。而自2024年8月库尔斯克战役打响以来，乌军在该方向共击伤俄军75860人，其中包括1037名战俘。此外，还摧毁了俄军2848台军事装备，包括99辆坦克、709辆装甲运兵车、322门火炮和多管火箭炮。总之，过去6个月，俄军费了9牛2虎之力，都未能实现占领乌东4州的最低目标，更不要说实现其他伟大目标了。还是那句话，所有伟大和胜利都是熬出来的。乌克兰有机会赢得胜利，在这场长达数年的消耗战中，俄罗斯已经渐渐不支，留给俄罗斯的时间不多了。空袭方面，双方的螺旋打击还在持续，不过打击重点有向对方指挥层转移，难道这是要学以色列？7月1日，俄军向乌克兰发射52架无人机，乌军击落其中14架，电子压制了33架。乌方报告显示，有3个未知名地区遇袭。与此同时，俄军还对卡米扬斯克地区发动导弹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次日表示，乌军第110独立机械化旅指挥官谢尔盖·扎哈列维奇在俄军袭击期间不幸身亡。他说，袭击事件造成30多人受伤，目前袭击情况正在全面调查中，详细战损有待进一步披露。值得一提的是，乌克兰为了更好保护基础设施，已经开始加固爱国者防空系统，为其配备了重达3吨的装甲板。该装甲车由特殊材质制成。如今俄军对基辅等地的空袭规模还在加大，乌克兰仍然需要更多的防空武器。乌克兰方面在俄军空袭后，乌军也遍地开花，用无人机、导弹袭击俄腹地和克里米亚等多个目标。除上述提到的击毁俄第8军总部外，乌军近5天里还向克里米亚发起了第5次攻击，并且击毁了俄军一架苏30战机。据开源情报报道，7月1日深夜，乌军向克里米亚发射了数十架 UJ-26海狸无人机，其第一波攻势打向了当地的萨基空军基地，这里驻有俄军的苏30。随后机场附近就传来了多起巨响，其中一架苏30起火燃烧，而乌军后面几波进攻则对准了黑海沿岸的俄军装备。从披露的视频看，俄军的铠甲 S1 防空系统和天空 SVU 预警雷达都先后被击中，在海上闪现出明显的起火点。截至目前，俄方尚未做进一步回应，倒是不久前克里米亚当地媒体曾声称苏30只是受到轻微损失，具体情况我们还是等卫星数据的更新吧。另外，又有一架苏34坠毁了。7月1日，俄国防部通报称，在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萨瓦斯莱卡机场附近，一架苏34战机因故障坠毁，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后，1名飞行员幸存，但腿部受伤，第2名飞行员弹射失败，落在一棵树上，最终伤重不治。这是本年第3起俄空天军的战机坠毁事件，此前坠毁的是一架苏25和一架图22，这说明俄空天军在机体维护上存在大问题。因此，俄空天军能否在下半年的战斗中压制乌克兰空军，这就要打一个问号了。在对俄腹地的打击中，乌军无人机趁夜袭击了伊夫尔斯克的机电厂，目击者拍摄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明显的爆炸痕迹。据乌德穆尔特共和国州长称，此地位于俄罗斯中西部，是 AK-47的故乡，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了1260公里。而这个机电厂主要为俄军生产道尔和萨姆防空系统，同时也是哈皮攻击无人机的研发者。该工厂作为俄罗斯军工联合体的目标，受到国际制裁。据记录，袭击发生时，至少2架乌军无人机击中了该工厂的建筑物，随后引发火灾，造成3人死亡，35人受伤。针对该事件，俄联邦航空管理局宣布暂时关闭伊热夫斯克机场以及萨拉托夫、卡山、乌里扬诺夫斯克和夏卡姆斯克机场。总之，如今乌军无人机已经可以很从容地发起1000公里以上的打击，接连刷新了纪录。或许这一轮攻击是乌军近期打击规模里最大的，但绝不是未来打击力最大的。让我们静待后续更完整的报告。而乌军导弹和远程无人机的联合袭击，也是在向外界释放一个信号，即乌克兰有能力摧毁俄军支撑战争的能力，削弱俄军战斗力并赢得胜利。
稍早前，俄罗斯警方在叶卡捷琳堡地区逮捕了9名阿塞拜疆公民，并将其定义为犯罪集团。而在另一次俄罗斯警方的突袭行动中，2名阿塞拜疆人死亡。实际上，此次外交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俄乌战争外溢效应的体现。自战争爆发以来，传统上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阿塞拜疆已经逐渐倒向西方。尤其是在去年年底，一架阿塞拜疆客机在飞往俄罗斯的途中发生空难。尽管俄罗斯方面始终坚称这架飞机是遭鸟击而坠落，但外界普遍认为这架客机是遭到了俄罗斯铠甲 S-1地对空导弹的攻击。不久之后，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公开宣布将援助乌克兰并支持其领土完整。今年6月更是与北约举行了联合军事演习，种种迹象表明阿塞拜疆正加速脱离俄罗斯的影响力范围，寻求与西方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一现象并非个例。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进行，包括哈萨克斯坦在内的多个中亚国家也正在重新考虑自己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目前，俄罗斯官方尚未对此轮事态发表进一步评论。近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司令伊斯梅尔卡尼在公开场合露面，并首次正面回应了长期以来外界关于他是以色列间谍的传闻。在多名被清除的伊朗高级将领的葬礼上，卡尼高调宣称，到目前为止，伊朗都是赢家，并强调自己是摩萨德的噩梦，而非其内线。卡尼的此次表态，目的是平息其接任以来持续不断的内鬼风波。此前有报道称，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曾出现巨幅广告牌，将卡尼称为以色列最伟大的英雄之一，加剧了外界对其忠诚度的猜测。作为伊朗海外军事行动的总指挥，卡尼的任何不确定性都可能动摇革命卫队的军心。近日在葬礼上，他也重申了对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效忠，力图展现团结和强硬。火力军认为，此次事件显然是摩萨德等情报组织应该被视为一场典型的心理战与信息战。无论卡尼的真实身份如何，以色列通过散布或默许这类信息，成功的在伊朗高层内部制造了不信任感。这种反间击的目的并非单纯的舆论攻击，而是要瓦解对手的内部凝聚力，其成本远低于直接的军事打击。分析认为，维持这种疑云状态，让对手陷入无休止的内部审查和猜忌，可能正是以色列迟迟未将卡尼本人列为最高清除目标的原因之一。据比利时媒体报道，一批亲巴勒斯坦的社会活动人士袭击了比利时一家军事装备工厂，因为他们误以为该公司向以色列供应武器。6月23日，约150名亲巴勒斯坦的活动分子闯入位于比利时图尔奈的 OIP 地面系统公司厂房。这些活动人士身穿白色工作服，戴着面具进入该公司的仓库，高喊停止武装以色列，要求比利时尊重对以色列的军事禁运，并对该国实施制裁。OIP 地面系统首席执行官弗雷迪·韦斯·鲁伊斯称，这些人带着砂轮机和锤子闯入仓库，破坏了办公室，破坏了电脑，然后前往车间，用油漆和锤子严重破坏了几辆车。据称，抗议者之所以将 OIP 列为目标，是因为该公司隶属于以色列埃尔比特系统公司。抗议者称，埃尔比特系统公司为以色列国防军提供了 85% 的无人机和大部分地面军事装备。不过 OIP 的 CEO 韦斯·鲁伊斯强调， OIP 完全自主运营，20年来没有为以色列生产过防御系统。这位 CEO 表示，此次袭击将导致下次向乌克兰的交付至少推迟1个月。自俄罗斯入侵以来，该公司已向乌克兰军队交付了约260辆装甲车，其中包括比利时军方先前使用的保乙坦克。比利时警方称，正在追捕逃往邻近村庄的抗议者。据停止武装以色列组织报道，至少有30人被捕。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俄军吹战的战绩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